大小姐，您千金之躯怎么能做销售呢？打住！这里可没有什么大小姐，只有销售员夏新瑶。我的身份可不准泄露，明白？明白。那个大小姐，您这边请。少爷说您刚毕业，没有地方暂住，吩咐我把最好的云顶1号留给您。要不我带您去实地瞧瞧。主管，我现在的身份可是实习销售员，你见过哪个实习生住这种地方？有客人来了，你去忙你的，不用管我。走吧。云顶房产是云城最大的房产集团，这里最便宜的房子也要200万起步。菲菲，一会儿看到喜欢的房子尽管挑，姐姐买下来送你。知薇姐，你人也太好了吧，不愧是宋氏集团的大小姐啊。知薇，这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呢？阿姨，您就别跟我客气了，我和明哥哥从小一起长大，他妹妹就是我妹妹呀。明哥哥，走吧，咱们给菲菲挑个喜欢的房子。知薇姐，这的房子都好贵啊，你真的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要送给我吗？一套房子而已，算不了什么的。知薇姐，你人真好啊！那是什么房子？好气派啊！来看一下。这应该就是云顶集团最得意的作品，云顶1号吧。明哥哥，我们也去见识见识实景房吧。走。非常抱歉，各位贵宾，这座价值10个亿的云顶1号庄园已经有主了，不能对外开放。有主了又怎么样？反正没入住，看看不行。抱歉，庄园主人身份尊贵，为了安全考虑，不能向公众展示，请各位移步其他房间看看吧。这就想打发我了？今天我偏要进去呢。阿姨，你别生气，找你们主管过来，就说宋氏集团宋之薇找他。大哥，像知薇姐这样的白富美，跟你简直太般配了。她要是我嫂子，那该有多好啊！菲菲，你别乱说，我有女朋友。我听说明哥哥的女朋友就在云顶房产工作，她收入应该很不错吧？我呸！收入不错，她一个破销售员，连自己都养不活。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呢。大哥，你看他穿的什么破衣服？这浑身上下加起来能有知薇姐一个包柜吗？他根本就配不上你，还是知薇姐最合适。周明，你怎么来了？青瑶，我没来买房，我陪她过来看看。宋小姐您好。您好，我带我妹来买房，麻烦你行个方便，带我们参观一下云顶1号。宋小姐，这栋私宅是我们云顶集团大小姐的私宅，涉及隐私，恐怕……既然宋小姐感兴趣，那我就带你们进去看一看吧。这边请。哇，这庄园也太牛了吧！不愧是云顶集团大小姐的私宅啊！知薇，你现在面子越来越大了，连云顶房产都得给你面子啊！妈，这不光是给面子这么简单了，这可是云顶大小姐的私宅呢，还是知薇姐人脉广。有些人呢，就算在里面当牛做马一辈子，也接触不到这些，还真是沾了知薇姐的光呢。前面光顾着参观了，现在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女朋友夏星瑶，星瑶，这个是我妈，这个是我妹菲菲，这个是宋之薇。阿姨好。放着月入100万的白富美不要，找个销售。周明，你脑子进水了？妈，星瑶人很优秀，学历高，
人也聪明。阿姨，我会努力的。努力？这位姐随随便便1个月赚的，都够你努力几辈子了吧？她现在月入100万，我确实做不到。星瑶妹妹，别灰心啊！你每天看着这动辄几百万的豪宅，也不知道你给自己定了小目标，是多久给自己买套房子呢？就凭她，下辈子都买不起吧？我看她就是想靠我哥改变命运呢。对了，听说你妈走得早，你家里还有什么人？都在做什么呀？我爸在做些生意，我弟……什么？你弟还没结婚吧？单亲家庭，还有个光棍的弟弟，这不是典型的伏地魔吗？哪比得上我们知薇啊？不只是自己优秀，家里啊还能帮衬我们周明。要我说，只有知薇啊才是适合我们周家的儿媳妇。妈，别太过分了。什么？我过分？你当着外人面顶撞你妈？你不是学历挺高的吗？怎么不找个像样点的工作？阿姨，现在工作不好找的，星瑶妹妹可能也是没办法吧。她没好的家世做后盾，不就自生自灭吗？哥，你跟这种人在一起会被拖累死的。我不是周明的拖累，我能自己赚钱的。就凭你，别做什么白日梦了。除非你为了那点可怜的业绩，去陪那些老板去赚脏钱。知薇姐，咱别理这种人了，掉一下，走吧。对，我们走，眼不见为净。星瑶，对不起。没关系，周明，我会努力让他们认可我的。一起努力。来，菲菲，拿着，这套精品房以后就是你的了。知薇姐，你人也太好了吧！这300万的房子，你说送就送啊！一点心意而已。那座云顶1号才是真正的梦想之家。给我5年，我一定会买那样一座庄园送给明哥哥，让他享受最顶级的生活。哎呦，知薇，你有这份心就好了。你对周明的情谊啊，他都记在心里了。阿姨，给我5年，我一定会的。走吧，我们去找明哥哥。周明，你很喜欢这座庄园？这样顶级的庄园，谁会不喜欢呢？唉，可惜，对我们来说，太过遥远了。这有什么遥远的？既然你喜欢，那它现在是你的了。这是云顶1号的卡片钥匙。星瑶妹妹，我没听错吧？你说这卡片是云顶1号的钥匙？刚刚主管都说了，云顶1号是云顶集团大小姐的私宅，你撒谎也要打草稿吧？我就是……够了！你虚荣心作祟，在我哥面前撒谎也就算了，现在你还拿这张破卡来戏弄他。大哥，他现在为了争面子，就开始不择手段了。我没有说谎，这真是云顶1号的卡片钥匙。周明，你拿着。走了，和这种满嘴跑火车的人有什么好说的？就是啊，大哥，快走，不要沾上穷酸气。星瑶，我回去联系你。我穷又蠢又爱装，恶心死了！大小姐，这是云顶1号的产权合同，您不必为了这种人生气。那宋之薇不过是买了一套300万的房子而已，怎么能和这价值10亿的云顶1号比呢？卡片钥匙掉了，还有产权合同，我忘记给你了。你有完没完了？还演？这假合同、假钥匙，是你利用工作之便偷做的吧？就是，赶紧带着你那破烂玩意儿，赶紧滚！
妈，闭嘴！阿姨，我和周明是真心相爱的，宋之薇可以给你的，我也可以给。真是好笑，知薇姐1个月赚的都比你1辈子的多，你拿什么跟她比？开门，我要下车。赶了你了，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他配不上你，知薇跟你才是门当户对。星瑶妹妹，你也不怕把牛吹死？以宋家的财力，我才敢说5年之内买下这样一座庄园，而你，一个小小的销售员，凭什么敢说云顶1号是你家的？凭什么？就凭这合同上盖着云顶集团的公章，写着我夏星瑶的名。不信你看。真以为你拿份假合同我就信你？记住，离明哥哥远一点，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妈，那个夏星瑶跟狗皮膏药似的，要是她死缠着哥哥，那可怎么办？放心，我有办法让他滚蛋。阿姨好。废话少说，我来这儿就有件事儿，拿着这50万，离开我儿子。不可能，周明不会同意的。他敢不同意？知薇才是我为他选定的好媳妇。至于你那个单亲的爹和等着吸血的弟弟，跟我们周家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你们不配。阿姨，你了解我的家庭吗？了解我爸跟我弟弟吗？了解你们吸血家庭，我哪有你闲工夫？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我已经安排好周明去海城大学读博了，今天就出发。去读博？去海城读博？周明怎么没有告诉我？周明，你在哪？我现在来找你。夏星瑶，无论你怎么做，周明都不可能和你在一起。周明，你要去海城，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都是我妈安排的，告诉你又能改变什么呢？你可以不去，我可以帮你。帮我？你怎么帮我？星瑶，接受现实吧，我去海城也是为了跟你有个更好的未来啊。等我回来，一定娶你。好，我等你。周明，快上车，还要赶飞机呢。哥，等你学成归来就是博士了，跟这个破销售员废什么话呀？我送你去机场。不用了，他们会送我。星瑶，我会想你的。真的是他，是顶流天王夏子安，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这……你大姐还在外面体验生活呢。是啊，爸。我上次参加粉丝见面会时还遇到大姐了。爸，大姐是真喜欢那个周明，我送她的云顶1号，她一次都没去住过。周家根本就配不上我夏天明的女儿。
话是这么说，可是总不能让大姐一直住廉价房吧？她从小到大哪吃过这种苦啊？看在新瑶如此坚持的份上，我倒是可以给这周明一个机会。你给我盯紧点，好好看看这周明到底值不值得你大姐如此付出。明白，爸。周明，我发奖金了2万，你在学校别舍不得。周明，快看，我创业了！等你毕了业，我就把公司交给你。这种小事别总打扰我，我很忙。明哥哥，夏妹妹还是不死心啊！你要是想她的话，你可以联系她的。对了，我查清楚了，夏子安那天是因为要开粉丝见面会，才把星瑶当成粉丝抱她的。不提她了，你难得过来，我好好陪陪你。好。恭迎安妮总。安妮总，明星资本上市申请正式获批。3年了，我隐姓埋名，从一个小小的销售员做起，一步一步把明星资本做到上市。周明，我做到了。安妮总，这是按照您的要求，为周明先生准备的专项投资合同书。好，立刻发布新闻，明星资本将全力投资周明，同时准备好签约会场。是，安妮总。等等，帮我安排一下，我要参加海城大学的毕业典礼，亲手将合同交给他。恭喜同学，谢谢。毕业快乐！感谢大家参加海城大学博士生毕业典礼。现在我宣布一个好消息，就在周明同学毕业当天，也就是今天，明星资本就迫不及待地宣布投资周明。是那个投资界的黑马，短短3年就崛起上市的明星资本。这周明真不愧是海城大学这一届最优秀的博士生啊！周明，这3年你也辛苦了，我们都完成了自己的计划，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在一起了。下面，请周明同学发言。感谢大家，我能得到明星资本的青睐，离不开海城大学的培养，离不开家人默默的付出，当然更离不开这3年来一直默默支持我、等待我的那个女孩。我曾许诺毕业之后娶她为妻，今天我将当众兑现我的承诺。果然，他记得我们的约定。现在有请我的未婚妻上台。一直在我的心里住着，指引我找到遗落的线索，不再是孤独的。这就是我的未婚妻，宋氏集团千金宋之薇小姐。什么？周明，为什么？哟，这不是那个夏新瑶吗？这也是你能来的地方。我是来给周明送毕业礼物。笑死个人了！毕业礼，你一个破销售，能送出什么好东西？夏星瑶，3年，你还阴魂不散？你知不知道，明星资本马上就要和周明签约了？你这种人，给他提鞋都不配。我当然知道，明星资本签约周明是我做的决定。你疯了吧？你知道明星资本是什么概念吗？吹牛也不闪着舌头。啊！放开！周明，为什么？夏星瑶，我们2个不合适，算了吧。傻了吧？3年前我就告诉过你，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哥现在可是明星资本的新贵，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小姐，请不要扰乱会场。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好消息。这位，我来说吧。各位，我要当爸爸了，这位怀了我们的孩子。这位，嫁给我吧！嫁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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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哈哈哈哈！好，星瑶这丫头可真给我长脸了，不靠夏家，短短3年就能把明星资本做到上市。爸，这明星资本可是大姐为周明创立的，这新闻就是证明。大姐用心良苦，你就成全她吧。既然他们能坚持3年，确实不容易。不过我夏家嫁女岂能主动？子安，你回头联系身份地位合适的人，让他出面保媒，把场面做稳一稳。明白，交给我了。安排最快的飞机去海城，我要亲眼看看，让我女儿苦苦等候3年，请你扶持的男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周明，你当初说过毕业就会娶我，你忘了吗？你怎么忍心这样对我？林哥哥，你看，星瑶妹妹还是不死心。夏星瑶，我即将获得明星资本的巨额投资，而你一事无成，你配不上我。我配不上你，我让明星资本给你投资，就是为了能让你堂堂正正的站在我身边。可惜，你不是当初的周明了。夏星瑶，你疯得不轻呢！明星资本投资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哼，看我飞黄腾达了，想抱大腿了？我抱大腿？你有没有想过，明星资本为什么会投资你？哼，当然是志威的父亲帮我牵线搭桥的呀。没错，我爸跟明星资本的人认识，肯定是他帮的忙。爸，就是这里。好，我们马上进去。你以为是他帮的你？周明，我告诉你，明星资本是我送给你的惊喜。你送给我的惊喜？哼，明明一无是处，非要装。我装？我能让明星资本给你投资，同样也能撤回投资。你什么意思？看清楚，这是明星资本投资合同。我本来想把它当做礼物送给你，但现在你不配了。你怎么会有这个？难道……没错，明星资本就是我创立的，给你投资的人是我夏星瑶。这是怎么回事啊？周明这是被前女友找上门了。夏星瑶，撒谎！明哥哥，你别信他。明星资本市值500亿，就凭他，我听说云鼎集团董事长今天会亲自到来，见证你跟明星资本签约，到时候他就原形毕露了。云鼎集团？那如果我说云鼎集团也是我家的？夏星瑶，我看你病得真是不可救药啊！居然敢说市值10000亿的云鼎集团是你家的，废物就是废物，是说谎都不会。周明，别听他胡说八道，浪费时间。夏星瑶，你越胡说八道，越证明我离开你是正确的选择。周明，你给我听着，从现在开始，我们恩断义绝，希望你别后悔。后悔？最后悔就认识你。我看谁敢欺负我女儿！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女儿一根头发！天哪，那不是顶流天王夏子安吗？他怎么来了？听说夏子安是云鼎集团的少爷，这次8成带领云鼎来见你签约的。这周明可真是咱海城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了。
周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云鼎集团的少爷怎么会来这儿呢？妈，这云鼎集团肯定是来见证我跟明星资本签约的。而夏子安发火，一定是因为夏星瑶胆大包天，冒充夏家大小姐。夏少爷，您真的来得太及时了。他这个贱货，居然在我哥签约明星资本的大喜日子跑来闹事，冒充夏家大小姐。这个女人死缠烂打叫我复合，被我拒绝后，就在这造谣生事。您一定要为他付出代价。让谁付出代价？哦，就是他，就是这个贱妇，整天做什么豪门大梦，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打我！夏少爷，您为什么要无缘无故打我妹妹？打的就是他！你们这些蠢货，知不知道他是谁？够了，别说了。星瑶，你受委屈了。现在爸的有仇报仇，有气出气，你想做什么，尽管去做。你要干什么？周明，别以为有人给你撑腰，你就你夏星瑶，居然敢打明哥哥，我跟你拼了！保镖，放开我！放开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宋家大小姐宋之薇。我爸宋远山可是云鼎集团的得力干将，你们敢动我，放开我！宋远山，你猜猜看我是谁？少在这里故弄玄虚了！你要真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我宋之薇会不认识。你给我听清楚了，我是云鼎集团总裁夏天明。什么？云鼎总裁夏天明？云鼎总裁夏天明，你接着编了你！你们这对骗子妇女，哼，戏演的挺好啊，夏少爷，你被这女人给利用了。他怎么可能会是？宋小姐说的有点道理，夏天明哪有这么容易出现？对，校长，你还在等什么？还不把这骗子妇女给我轰出去！放开我！是我爸。喂，您要来参加签约仪式？太好了，爸，这里有个疯子，不知死活的疯子，冒充夏总。爸，他还打我。什么？别有事！你等着，他马上到。啊！你等着吧，等我爸来，就等着下跪给我磕头。还有你，夏星瑶，你这辈子都会被我踩在脚底下。宋总，发生什么了？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冒充夏总，还敢打我女儿，我倒要看谁他妈不知死活！各位，爸，你终于来了。谁欺负你？就是他们，这个老头冒充夏总。还有你，这个女人冒充夏小姐。爸，你快教训他们！爸，千万别让他们暴露我们的身份。别想！哦，您怎么会在这里？爸，什么情况？爸，你干什么？爸，你干什么？他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要打我？宋远山，带着你的人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要出现在我女儿面前。是，我马上滚。还愣着干什么？把宋之薇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给我拖出去！爸，爸，他到底是谁啊？为什么要打我？你个蠢货！他们没有冒充，这就是夏总和他女儿。你怎么敢得罪他们？之薇这是怎么了？你宋伯父那么怕夏星瑶的爸，他该不会真是夏天明吧？这不可能啊！夏星瑶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世？我猜宋伯父是不想得罪夏子安，才委屈之薇的。
嫂子，你没事吧？滚开！谁是你嫂子？志威，你发什么疯？菲菲是关心你。周明，你怎么不去死？都是你这个混蛋！要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得罪云鼎集团，还连累了宋家？云鼎集团，他们不是来见证我们签约的吗？薇薇，出什么事了？滚开！别再让我看到你们啊！你们找死也别拉我垫背！他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还能是因为什么？都是夏星瑶那个不知死活的女人弄，连累宋家也被云鼎迁怒。这个祸害，我绝对饶不了他。夏星瑶，等明星资本资金一到手，我要你吃不了兜着走。爸，我是真想废了周明那个混蛋，您都准备接受他了，他竟敢背叛大姐。这种势力根本配不上你大姐，分了也是老天开眼，省得以后你大姐受委屈。大姐，要不我把周家封杀了，给你出气。不用了，子安，放心吧，我没事。爸，我现在就想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明星资本上，把事业做好。至于周明，不值一提。你得好好休息。爸，公司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我不能松懈。可你的身体……放心吧，我撑得住。为了那些跟我打拼的员工们，我也绝不能倒下。看来大姐这次是彻底把情关过了。是啊，星瑶不仅没被击垮，反而更坚定，这才是云鼎集团的继承人。通知集团所有的高管，1周后举行接任仪式。我要向所有人宣布，明星资本的安妮总就是我的女儿夏星瑶，云鼎集团将由她正式指导。安妮姐，安妮姐，安妮姐，对不起啊。没关系，好好工作，我去换一件。你回来了，安妮姐。你怎么穿着员工装啊？刚才衣服湿了，就随便换了一件。对了，投资峰会快开了，帮我起草份合作协议吧。好的，安妮姐。哇，这就是明星资本啊，好气派啊！哎，周明真有出息，能被明星资本看上，妈和菲菲可算是能沾你的光了。那是自然，等拿到投资，新公司高管的位置给你留着。太好了！不过你可是他们明星资本投资的对象，你来签合同，怎么连个迎接的人都没有？就是，这也太不难搞的事儿。哎。我哥周明可是你们明星资本重点投资的高材生，他专门来签合同的，你们看不见啊？周明，这名字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啊？哦，有这么个人，好像是安妮姐亲自要投资的人啊。安妮姐钦点的呀？啊，周先生您好，安妮总这会儿正好在公司，我带您过去，这边请。周先生，安妮总就在里面，您请进。哥，真威风！瞧他们对你的态度。就是，以后这个公司啊，除了那个安妮总，都得听你的。别忘了给咱家多留点好处。放心，都包在我身上。人呢？不是说安妮总在的吗？妈，蹲着的那个就是。毕竟是你的投资人，说话注意点啊！知道。安妮总，我叫周明，今天专程的来和明星资本。夏星瑶，怎么是你？夏星瑶，你怎么在这儿？明星资本的安妮总呢？安妮是我的英文名，你们要找的安妮总就是我。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就凭你也配？穿成这样冒充安妮总，你疯了吧？夏星瑶，你在跟踪我？
我早就把你甩了，你还死皮赖脸追到这儿，你贱不贱？周明，你爱去哪儿去哪儿，跟我没关系。我在这里是因为这是我的公司，我在工作。你的公司，这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装，骗鬼呢？竟敢坐在安妮总的位子上，你这脸皮也太厚了吧！我妈说的对，安妮总是我的投资人，你敢对她不敬，信不信我现在就叫人把你轰出去？周明，你口口声声说来签合同，那我问你，明星资本邀请你来了吗？这怎么回事？我是没收到邀请，可新闻长说了，明明投资我。难道？没错，那份合同已经亲手被你撕毁，在你撕掉它的那一刻，投资就已经作废了。你说什么？不可能！你个臭销售，怎么可能有明星资本的合同？你一定是在骗我！骗你？周明，你配吗？这干嘛？少扯这些没用的，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我已经说了，我是明星资本的创始人。我呸！你还要不要脸了？真演戏演上瘾了？真把这么大个公司当自己家了？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在明星资本对安妮姐出言不逊。江特助，立刻重新发布新闻，取消对周明的投资。另外，通知全行业封杀他。现在我不想看到这些人，清场。是。保安。住手！你们反了天了！我儿子可是你们安妮总看中的高材生，马上要拿到了明星资本的大投资了，得罪了我们，你们的饭碗不想要了。就是一群看门狗，也敢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的，信不信我哥一句话就把你们全开了？你是这里的负责人吧？别被这个女人给骗了。她叫夏新瑶，她就是个卖房子的，就因为跟我处过对象，就在这装腔作势。就是，我哥是在维护你们安妮总的权威，你们居然让一个骗子坐在安妮总的位置上，出了什么事，你们担得起责任吗？我是骗子，不然呢？你敢说你不是靠着周明以前的关系在这里上游受骗？上！别碰我！放开！放开我！真是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竟有眼无珠到这种地步。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看清楚，即日起，明星资本将取消对你的一切投资，并对你启用全行业封杀。封杀？不可能！让安妮总出来！我要见他，我要当面问他凭什么这么对我？凭什么？就凭你德不配位，明星资本投资首重人品，而你毫无德行可言，还愣着干什么？跳出去！放开你的脏手！别碰我！是你们公司发布新闻要投资我，白纸黑字，怎么能出尔反尔呢？明星资本的信誉呢？就是你们这样子随意毁约，让我哥以后在圈子里怎么混？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信誉从你们这人嘴里说出来，简直可笑至极。你哥已经没有影了，他已经被彻底踢出这个圈子。带走！安妮呢？让安妮总出来见我！江特助，投资峰会需要的合作协议准备好了吗？已经准备好了，安妮姐。这次由我们明星资本牵头的投资峰会，云城所有的顶级资本都将出席，届时您将亲自选定并宣布获得我们100亿投资的合作对象。好，就这么着。滚远点！再敢来撒野，打断你们的腿！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最近喝凉水都塞牙缝了。那个江特助为什么对夏星瑶言听计从的？人说明星资本的创始人是女的，难道夏星瑶她？不可能！
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他有几斤几两我能不清楚吗？就一个穷的叮当响的破销售，何况明星资本创始人是安妮，不就夏星瑶？肯定是他在明星资本造不了泼我的脏水。对，一定是夏星瑶搞的鬼。现在连安妮总的面都见不着，夏星瑶是存心毁了我啊！让我去找那个贱人算账。哎，别冲动，我给志伟打个电话，他兴许有办法。志伟，出事了！我被明星资本取消投资，彻底封杀了。是吗？那可真是苍天有眼。周明，你就算死在外面，也跟我没半毛钱关系。志伟，你说什么？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讲话呢？我到底做错什么事儿了？蠢货，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得罪的是谁是吧？周明，以后别给我打电话，滚！志伟，你别这样，你还怀着我们的孩子。孩子，你到现在还在做春秋大梦呢。实话告诉你吧，我根本就没怀孕。周明，你怎么不去死？都是你这个混蛋！周明，你怎么了？病人急火攻心，晕厥而已，没什么大碍，好好休息。妈，宋之薇根本没怀孕，她一直都在骗我们。什么？宋之薇这个烂货！好事儿，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妈，大哥都这样了，你还说这是好事儿呢？傻孩子，宋之薇摆明了是要甩了你哥，在这个节骨眼上没了孩子这个累赘，简直是老天爷在帮我。帮我？妈，你什么意思啊？没了孩子，你就没了累赘，就可以判更高的账。更高的账？明星资本马上要开投资峰会了，到时候全城的大佬都会来，那个神秘的安妮作为东道主，肯定会露面，这不就是你最好的机会吗？对啊，哥，你想啊，那个安妮之前为什么选中你？肯定是不光看你的能力，说不定是看你长得帅，相中你了。没错，这才说得通。只有像安妮这样站在顶端的女人，才能配得上我周明。等我拿下安妮，成为明星资本的男主人，夏星瑶、宋之薇，我希望你们通通都跪在我的面前。看来这次峰会的吸引力不小。江特助，关于百亿投资合作方，你有人选了吗？安妮姐，本次与会企业近100家，综合评估下来，春秋集团独占鳌头。在我们崛起之前，春秋集团一直是投资界的龙头老大，根基深厚，信誉重。好，重点关注春秋集团。如果评估无误，那这次合作就交给他们。明白。妈，菲菲，快看，全都是顶级大公司的人。那当然了，明星资本砸下100亿寻找合作伙伴，这些大佬哪个不是冲着这泼天的富贵来的呀？搞了半天，这些所谓的大公司代表，都是来巴结我未来老婆的。周明，阴魂不散。这话该我问你，我走到哪你就跟到哪。夏星瑶，你就这么死皮赖脸跟踪我？跟踪你？我倒是觉得你像块甩不掉的狗皮膏药，连着我。夏星瑶，睁大你的眼睛看一看，今天是什么场？来的全是商界巨擘、资本大佬，你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破销售，谁给你的胆子混进来？混进来？我要是不来，
这场峰会还开得成吗？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这场峰会是我夏星瑶一手创办的。夏星瑶，你还要不要脸了？这峰会明明是明星资本安妮总的手笔，跟你有半毛钱的关系啊？跟我没关系，那跟你们又有什么关系啊？谁请你们来了？笑话！我儿子周明和安妮总关系匪浅，这么大的场面，我们周家当然要来给安妮总捧场了。关系匪浅，这笑话可真够冷的。你别不服，我哥呢，要长相有长相，要学历有学历。安妮总要不是看上了他，当初怎么选择投资他呢？菲菲说的对，今天我一定要让安妮看到我的诚意，不管她想要什么，我都会全力的满足她。周明，我当时怎么瞎了眼看上你？为了利益，竟然连陌生女人的床都不怕，真是来者不拒。你胡说什么呢？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夏星瑶，你当初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装的跟个贞洁烈女似的，现在呢，为了业绩爬过多少客户的头，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就是，你跟安妮总年纪差不多，人家是100亿身价的总裁，而你呢，就是一个打工的牛马。你就这么觉得我不如安妮总？不然呢？你要是有安妮总1/1000的本事啊，我儿子周明说不定早就把你娶过门了。可惜呀，你连给安妮总提鞋都不配。没想到你们倒是对明星资本的创始人评价很高啊。那是当然了，明星资本可是投资界的黑马。安妮总年纪轻轻就站在了巅峰，前途无量。你一个靠身体换来业绩的烂货，有什么资格评价他？怪不得周明变成现在这样，原来你们周家人的血液里流淌的都是势力和背金。少拿这种弱者的孙子当遮羞布，夏星瑶。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弱肉强食，攀附强者。今天我周明一定要拿下明星资本的安妮，不惜一切代价。周明，你忘了宋之威了？你现在盘算着去攀附安妮，对得起他吗？少跟我提宋之威，我跟他早就一刀两断，没有关系。我周明未来的妻子，只能是明星资本的安妮。哎呀，这位想必就是周明先生，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我是周明，你是？鄙人姓关，是春秋集团的代表。今日终于见到周先生本人，三生有幸啊！不瞒您说，费了好大功夫才打听到这个消息。明星资本是安妮总专门为你这位未婚夫创立的，你这福气真让人羡慕啊！什么？明星资本真的是为我创立的？大哥，你听到了吧？看来安妮总一直在对你默默关心，青睐有加。这公司还真是给你准备的。这是我们春秋集团的一点心意，1000万现金支票，请您在安妮总面前为我们美言几句。这1000万？是，这只是定金，只要周先生能促成我们春秋集团和明星资本的100亿合作，我们还将奉上价值过亿的顶级湖景庄园一套，怎么样？湖景庄园过亿！大哥，这安妮总真威风啊！这些平时咱们高攀不起的大人物，现在一个个眼巴巴的想讨好我们呢。还喊什么安妮总？以后见面记得叫嫂子，嘴巴甜一点，他也高兴。哼，手指缝里露点给你，都够你当个领导了。夏星瑶，你笑什么呀？关经理，春秋集团也算是行业内的领头羊了，明明可以靠实力赢得这份投资，为什么偏偏自降身价，走这种歪门邪道？你懂吗？这叫人情世故。再说了，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这场合有你说话的份儿吗？我算什么？这场投资最终花落谁家，我说了算。您能做主？
恕我眼拙，请问您是？安妮，您就是安妮总啊！关经理，你别被他骗了，他就是个骗子，他就是个卖房子的，一路跟踪我们这儿，他就是来捣乱的，他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可是这名片看着不像是假的呀。传闻安妮总似乎也就这个年纪啊。安妮总是我未婚妻，她长什么样我能不清楚吗？这女人跟明星资本八竿子都打不着她。哼，还有这破名片，100%就是她为了骗人伪造的。周先生，你太冲动了，这名片上有防蚊水印，也不像是假的呀。不信是吧？来，睁大眼睛好好看一看啊！他的工作就是个销售人。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冒充安妮总！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冒充安妮总！你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听见了吗，夏星爷？3年前你送我假的云顶1号钥匙，合同，现在又在冒充安妮总。哼，我劝你醒醒，不要再对我有什么妄想。就是，我哥马上就要成为人上人，你呀，趁早死了断我嫂子的心吧。关经理，想拿到那100亿，就帮我把这个碍眼的东西清理出去，立刻！周先生放心。保安，都给我听好了。这位是安妮总的未婚夫周明先生，而这个不知死活的女人竟敢冒充安妮总，还敢顶撞周先生，立刻把她给我轰出去！你们放开我！放开你！你是不是以为赖着不走，等到安妮总来就等着泼我哥脏水？我告诉你，你休想污蔑我哥！没错，赶紧给我离开这里！周明，你口口声声念着安妮总。我真好奇，等你亲眼见到他本人的那一刻，会是什么样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把话说清楚。江特助，立刻到会场来。是，安妮姐。所有人，给我去会场。夏总，大小姐这次组织的峰会，堪称空前盛世啊。是啊。星瑶做的比我想象的更好，不知哪家公司有幸能得到这100亿投资，我们赶紧过去看看。夏星瑶，你真是越来越会演了。你是不是想说你在给明星资本的人打电话？没错，我是在给明星资本的江特助打电话。你们在江特助面前被赶出去的样子，忘了？我呸！当初要不是你在江特助面前搬弄是非，我哥早拿到投资了。还有这回事儿？可不是嘛！这小贱蹄子不知道给江特助灌了什么迷魂汤，江特助居然还听信了他的话。今天我们来这儿就是找安妮总讨回公道啊！夏星瑶，趁我未婚妻还没到，识相点儿，赶紧离开！哼，你曾经确实是安妮的未婚夫，但现在你已经不是了。闭嘴！安妮总专门为我哥设立了明星资本。轮得到你挑拨？就是，除非瞎了眼，否则谁会看不出来安妮总对我们周明的心意啊？我之前确实是瞎了眼，竟然为了周明这个渣男，放着好日子不过，跑去吃苦。夏星瑶啊，夏星瑶，你知道今天的投资峰会是什么场合吗？等会儿安妮总一定会亲自到场。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冒充他？真是不知死活！你就这么确定我是冒充的？不然呢？你要真是安妮总，我管你叫妈。免了，我可生不出你这么拜金的女儿。江特助马上就要到了，等江特助到了，我的身份自有揭晓。听说江特助是从一开始就跟安妮总打天下的人，待会儿江特助来了，这个女人的谎言就能被拆穿了。没错，夏星瑶。江特助也是你能指挥的？愣着干什么？关经理，1分钟之内让他消失。保安，
把这个疯女人给我轰出去！江特主到！江特主，这个女人又在冒充我的未婚妻安妮总。你干什么呢？你干什么打人？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觊觎我们安妮总？你完了！等安妮总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一群有眼无珠的家伙！安妮总早就到了，那可太好了，你就等着被开除吧。我倒要看看是谁的下场更惨。你到底是不是安妮总的未婚夫啊？江特主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你？关经理，肯定是夏星瑶跟江特助有一腿，所以啊，他才向着夏星瑶。我说江特主怎么对这个女人言听计从？诸位，欢迎莅临本次明星资本百亿峰会，我是安妮总的助理江云洲。让我们有请明星资本掌舵人安妮总小姐登场。哥，安妮总快来了，快呀！周明，你一定要趁着这个机会拿下安妮总，帮我们出气。哼，夏星瑶，不得不说，你的确很有手段，能傍上江特助，可你的威风到此为止了。等我未婚妻出来，我让你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是吗？不好意思，又让你失望了。诸位，下面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明星资本的创始人夏星瑶小姐。什么？什么？夏星瑶就是安妮总？不，这不可能！糟了，我得罪了夏星瑶，我们春秋集团的百亿投资岂不是要泡汤了？大家好，我是夏星瑶，相信很多来参加投资峰会的朋友都对我们明星资本的百亿投资项目感兴趣。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先向大家讲一个故事。3年前，我创立明星资本的初衷，其实是因为一个男孩，也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明星资本。天啊，传闻是真的，明星资本是安妮总为未婚夫创立的。安妮总亲口承认，还能有假？这100亿投资，看来非安妮总的未婚夫莫属呢。整整100亿啊，太让人嫉妒了吧！妈，夏星瑶是明星资本的创始人，当初我就不该甩了她。傻儿子，你别紧张，你没听他说吗？明星资本当初是为一个男孩创立的，那个人就是你。是啊，哥，他句句都是想和你复合的意思。这100亿的投资，肯定还是你的。真的？可我当时那样对他，难道他不会记恨我吗？哎呀，他当时爱你爱得要死要活的，怎么可能记仇？就是，只要你给他一个好脸，他肯定求之不得。你吃定了。周明，请上台。妈，夏星瑶叫我了，她心里果然还是有我啊！太好了，我就知道今天来对了。儿子，这100亿的投资是你的了，而且你即将成为明星资本的男主人。哥，你要一步登天了。舔狗就是舔狗，纵使我念他千百遍，他依旧对我投怀送抱。星瑶，我来了。诸位，这位就是我的前男友周明，明星资本也是我当初为他准备的礼物。星瑶，你别这么讲，我受之有愧。只可惜，在我为这份礼物奋斗的这3年里，周明却背叛了我们的感情，和其他女人搞在了一起。星瑶，这些都是误会，你听我解释啊！保安！啊，
周明，我早就告诉过你，我是明星资本的创始人，可是你非但不信，还联合你的家人一起欺辱我。那现在我告诉你，这一切都与你无关了。从此刻起，周明及其家族与明星资本再无半点瓜葛。至于百亿投资的归属，因原定的合作伙伴春秋集团的代表品行不端，春秋集团出局。不是，安妮总，能不能再好好商量一下？能不能再给我们春秋集团一个机会啊？求你了，安妮总。不必了，关经理。我原以为春秋集团名声在外，是一个不错的合作伙伴，甚至连江特助都特意为你打保票。可惜你这个人是非不分，见利忘义，不配再参加百亿合作。说得好，挑选合作伙伴就应该宁缺毋滥。爸，你怎么来了？我不来的话，怎么知道夏氏集团的这些蛀虫？夏总，您什么时候到的？让我们隆重欢迎云鼎集团总裁夏天明先生上来为大家讲话。大家好，我是云鼎集团的夏天明，同时也是夏星瑶的父亲。什么？夏星瑶他爸真是云鼎集团的夏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为什么呀？我们周家怎么这么倒霉呢？你就是春秋集团的代表，就凭周明的这几句鬼话，你就失去了判断春秋集团的智商什么时候这么低了？夏总，对不起，您饶了我，我真不是有意要冒犯大小姐的。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我是明星资本的创始人，是你自己不信。我也是听了周明的一面之词，这才冒犯您的，大小姐，我真不是故意的。哼，这点小事算不上冒犯，只是你作为春秋集团的代表，你今天的表现我很不满意。没错，春秋集团好歹是云鼎旗下的子公司，你作为管理连这点基本判断都没有，你是干什么吃的？还有，你还恶意欺凌弱小。不是，夏总，大小姐，我真不是故意。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宣布，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不要啊，夏总，你饶了我吧，我真不是故意的。来人，把他给我带下去。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夏总，大小姐，再给我个机会啊！我知道错了。夏总，大小姐，再给我个机会啊！我知道错了。说实话，能有这样的女儿，我感到很自豪。其实，在3年前，我就打算把云鼎总裁之职让给他，但是他为了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毅然决然的从头开始。星瑶在没有动用云鼎集团任何资源的情况下，一手打造了明星资本，并让其上市。可以说，他的优秀有目共睹。本来我准备召开云鼎集团总裁的交接会，但择日不如撞日，趁着大家都在，我宣布，我即将把整个云鼎集团交给星瑶。相信以星瑶的能力带领云鼎走向更高的辉煌。原来，明星资本创始人、云鼎集团大小姐都是夏星瑶。妈，你看见了吗？现在的夏星瑶是我们仰望的存在，都怪你！当初要不是你逼着我抛弃她，我们周家早就飞黄腾达了。儿啊，妈那也是为了你好啊！我也没想到这个夏星瑶，她真的业绩变凤凰，成了这么厉害的角色。我要是知道她有这背景，打死我也不会让你跟她分啊！大哥，你也不能全怪妈和我头上啊！当初你一直觉得她没有出息，是个骗子。他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的啊！难道？没错，明星资本就是我创立的，给你投资的人是我夏星瑶。云鼎集团，那如果我说云鼎集团也是我家的，这是明星资本投资合同，我本来想把它当做礼物送给你，
但现在你不配了。他从来都没有骗过我，是我们自己不信。快，夏星瑶出来了，周明，你去说几句软话。他要是心一软，我们就还有翻身的机会啊！快去呀！哎，快去啊！有事？星瑶，你听我解释啊！都怪我当时糊涂耳根子软，听了我妈的话呀，才做出对不起你的事。但你相信我啊，我心里最爱的一直都是你，从来都没有变过。周明，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怎么好意思说出这些话？不害臊吗？星瑶，你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最好的青春都给了彼此，我对你怎么可能没有感情呢？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我发誓这辈子绝对不负你。星瑶，我还没说完，星瑶，夏星瑶，你变了，你以前从来都不会对我这样。你就不能原谅我吗？我不过是一时糊涂犯了错，可你呢？你毁掉的是我全部的荣华富贵。臭明，今天不弄死你个王八蛋，给我上来！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周明，你是个满嘴喷粪的骗子！你不口口声声说你是安妮姐的未婚夫吗？你不说夏星瑶是骗子吗？老子被你害惨了！哥，就因为你装孙子充大爷，害得老子得罪了夏家，饭碗都没了。你说你该不该死？坤经理，您消消气，有事好商量啊！商量个屁！滚开！你知道失去即将到手的100亿是什么滋味吗？你知道得罪夏总，我下半辈子是什么下场吗？关经理，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这是您之前给我的支票，我还给您。姓周的，给我听好了，以后别让老子看见你一次，老子打你一次。我们走。都怪那夏星瑶，不早点公布身份，一直在故弄玄虚。就是，明明是云鼎集团的大小姐，哎，当初非要在我面前装什么穷销售，分明就是故意的。没错，我看他就是存心想耍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好好跟你在一起。就是，他刚才专门把你叫在台上，就是存心让你出丑。夏星瑶，你够狠！你要是早点亮出身份，哪来这么多事儿？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你给我等着，这事儿没完。走。爸，你要对我说什么？静瑶，这几年你成长得很快，完全有能力支撑起庞大的云鼎集团了。爸，你不会想让我直接接任吧？明星资本的投资还没敲定呢。投资的事先不急，既然我当众宣布要把总裁的位置转给你，自然是说话算话的。好，爸，听你的。你什么时候方便？我们找个时间召开个新闻发布会。不用了，爸，我毕竟没有管理这么大一个集团的经验，还是低调点好。好，那我直接带你参加董事会，让你跟他们碰碰面。白忙活了一场，什么都没有得到，真的。妈，我们不可能拿到明星资本的投资了，接下来怎么办？我哪知道怎么办？都怪夏星瑶扮猪吃老虎。那不是云鼎集团的副总裁冯磊吗？我们今天得罪了夏星瑶，他不会是替夏星瑶来报复我们吧？这不能吧？你就是周明吧？对，我是周明。您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云鼎集团的副总裁冯磊。完了，真是来找麻烦的。
实在不行，只能先报警保命了。周明，听说前段时间你被明星资本封杀了，又得罪了我们总裁夏天明，以后的日子恐怕不那么好过吧？冯总，我今天实在是对不起啊。我想你误会了，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那您是？我是来找你合作的。合作？我为了云鼎集团辛苦打拼了那么多年，夏天明即使要退休，也应该把集团让给我，而不是让给那个乳臭未干的夏新瑶。没错，这说的在理。这夏天明啊，还真把集团当自己家了。既然夏天明不忍，那就别怪我不义。王总，你想让我做什么？这1000万支票你先拿着吧，当做是我们的见面礼。至于需要你做什么，当然是在股东大会上给夏新瑶送上一份惊喜。您找谁？你好，我是富家少爷傅林渊，来参加云鼎集团的股东会。好的，我这就带您去会议室。这边请。等一等，傅林渊，周明，你怎么解释？我是冯磊副总裁亲自任命，本次股东会的负责人。你来这干嘛呀？我来参加股东会。傅林渊在上学时就喜欢夏星瑶，如果他们两个在股东会上见面，傅林渊一定会支持夏星瑶，对冯副总的计划不利，得把他赶走。没事的话，我先进去。别逗了，傅林渊，你有什么资格来参加董事会？你也是，怎么什么人都往里带？他们傅家也是集团的大股东之一，那又怎么样？傅家来参加股东会，就应该家主亲自来。现在派一个小辈，分明是不把我们云鼎集团放在眼里。可是没什么可是的，不许进就不许进。周明，你好大的威风！新瑶，恭喜你，即将升任总裁位置。林渊，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当初你把我瞒得好惨，谁能想到你竟然是云鼎集团的大小姐？我当初可没想瞒你，只是没必要说而已。傅家也是我们云鼎的股东之一，你有什么资格不让他进？再说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在这里指手画脚？夏星瑶，我可是冯磊副总裁亲自认可的，是他安排我入职的云鼎集团。即便你是大小姐，也不能不把他放在眼里。小人得志。顾家派个小辈来参加会议，根本就不重视股东会，我不让他进，有错吗？我不管你是用什么手段混入的云鼎集团，你给我记住，这里没你说话的份。林渊，我们走。夏星瑶，看你等下还能不能得意得起来。来了，走。洪副总，林渊，股东们都还没来，我们随意一下。林渊，这位明星资本的创始人夏星瑶，其实就是夏总唯一的女儿。我也是才知道，大小姐刚刚毕业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真是令人钦佩啊！我打算把云鼎集团的总裁一职让给新瑶，你们怎么看？星瑶，她只是一个刚步入社会的小姑娘。有志不在年高，大小姐上任总裁，我们傅家没有异议。星瑶是一天都没有在集团任职过，怕难以胜任。她能白手起家，做好明星资本，我认为在能力上她没有问题。夏总，就算夏星瑶是您唯一的女儿，也不能不经过任何程序就直接上任总裁，这是对股东会的不负责。冯副总上来就一副咄咄逼人的语气，看来他提拔周明绝非偶然。再说了，你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担任集团总裁，传出去会被人笑掉大牙的。再说了，
如果让我们的竞争对手知道了这件事情，一定会联起手来围猎我们的。冯副总会不会过于担忧了？傅明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大小姐有能力胜任总裁。至于竞争对手和我们在山海博弈是常态，和换不换总裁关系不大。哼，你倒是会表忠心呢。实话实说而已。夏总，我就有话直说的，我不同意夏星瑶接任我们集团总裁。毕竟大小姐涉世不深，完全经不起大的风浪啊。星瑶，我们傅家支持你。我劝夏总还是收回成命吧，别再放糊涂了。好了，你上来就说这么多，不就是对我接任集团总裁感到不满吗？对，我就是不服。你在商界唯一的经历，不过是创建了明星资本，可是明星资本和云鼎集团比起来，简直是云泥之别。所以呢？你不会真以为你创立的明星资本，就一样能掌控好整个云鼎集团吧？你到底想说什么？除非你能为集团做出重大贡献，证明你的能力，否则是完全没有资格接任云鼎集团总裁的。冯副总，你怎么能说夏总的女儿没有资格？我说错了，就算夏星瑶是夏总的女儿，也要体现自己的价值吧。我们云鼎集团可从来不要平庸的员工，更别说是平庸的总裁了。好，你想要我怎么体现自己的价值？哼，我们集团最近和海外的资产在股市里大肆博弈，由于前期董事会过于乐观，误判了形势，被对方做了局，导致现在有1000亿的流动资产被套在了里面。1000亿被套了？没错。你要是能把这1000亿资产从股市里解套，就等于帮集团做了重大贡献，到时我自然会承认你的总裁之位。冯副总，你这也太强人所难了。这1000亿的事儿我也知道，我们集团那么多顶级操盘手，联合起来，用了几个月都解套不出来。你让星瑶怎么做？傅少爷，你今天的话有点多了。我们傅家作为股东，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吗？股东是有说话的权利，可是就凭你们傅家的那些股份，在总裁变更这样的大事上，别说是你，就算是你父亲坐在这里，不是什么话都能插嘴。你，看来集团养的操盘手实力也就那样了，被人做局套了1000亿就算了，竟然还没法解套，真是难看大用。怎么样啊，大小姐，不会是怕了吧？也是，这没有金刚钻啊，就别揽瓷器活。大小姐，我劝你还是放弃总裁之位，再多历练几年吧，也好过现在仓促上位，状况百出，到时还是一样会被赶下台，白白影响夏总辛苦积累的声誉。我说我怕了吗？就按你说的做，我来解套那1000亿。你疯了吗？集团那些顶级操盘手都做不到的事情，你一个从未接触过股市的人，凭什么？你该不会以为只要动动嘴就能解决问题吧？哼！是啊，星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整整1000亿啊！夏总，你可千万不能任由大小姐胡闹啊！你抛出一个问题，星瑶有能力解决，你又不让，你是不是当我夏天明的女儿好欺负？我，星瑶，你有把握吗？放心，他们做不到的事情，不代表我做不到。接下来你就给我好好看着，我来教教你如何去做。啊，我倒要看看你能怎么做。很简单，不管集团被套牢了多少资金，全部抛售不就得了？什么？抛售？低价抛售造成的损失，你来承担啊？低价抛售的损失？没错，抛售至少会损失股价的20%，这可足足有200亿，这个损失你来承担。真是废物！你说什么？我说集团的股市操盘手是一群废物。那些操盘手都是我的下属，你是在骂我？我不光是在骂你，而是骂你们所有人。小小的年纪就这么不懂礼数，
夏总平时就是教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你跟我说是少扯上我爸，你那么听他的话，现在还来为难我吗？不过没关系，我说了会帮集团解套，这1000亿就能解套。哼，说大话谁不会？我说大话，那你呢？这1000亿被套牢了这么久，你作为集团的大股东，除了像苍蝇一样在这嗡嗡嗡嗡，又做了什么？你夏星瑶，我不想跟你一个小辈浪费口舌。你不是要解套吗？废话少说，开始吧！我不信你真的敢抛售。星瑶，他说的没错，抛售最少会损失200亿，你要慎重。放心，没什么可慎重。区区200亿，就算是2000亿，我也能轻松赚回来。哼，你说大话的本事倒是不行，倒是也没见你做。我看你啊，身上是一点本事没有，不过是个被宠坏的富家大小姐罢了，只会逞口舌之快而已。行了，你闭嘴吧。不过是损失200亿而已，要是出了什么意外，这点小钱我来承担。星瑶，你竟然真的把1000亿全都抛售了！你夏星瑶，你是不是疯了？这可是我们云鼎集团在股市的全部资产，你怎么敢的？糟了，刚才这波抛售损失远超我们预估的20%，目前已经损失了超过400亿。天哪，400亿！夏总，都到这一步了，你还要放任你的宝贝女儿继续胡闹下去吗？云鼎集团的新任总裁还没正式上任，就已经造成了400亿的亏损。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恐怕我们的那些合作商都会直接终止合作了。我们云鼎的市值已经开始疯狂下跌了，再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夏总，你倒是说句话呀！能不能安静？不过是区400亿，你有什么可怕的？不愧是千金大小姐，好大的口气啊！你知道400亿是什么概念吗？你知不知道这些钱摞在一起有多高？看你轻描淡写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400块呢。冯副总，既然星瑶有信心，我们就应该相信。有信心？可能我们的大小姐从小养尊处优，对金钱根本没概念。我们与其继续放任她亏损，倒不如赶紧想想办法补救，帮集团挽回点损失呀！就这么点钱，怎么就跟要了你的命一样？给我听好了，老实在那别动，过不了多久，这些钱就会全部回来，而且是成倍的回来。你到底要干什么？损失了400亿才拉出来的钱，你又要一把梭哈进去。星瑶，加油！既然你有信心，我全力支持你。傅凌渊，你是不是也疯了？夏总，你还不让他停手？难道你们非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把我们的云鼎集团毁掉，你才满意？冯副总，之前你非要跟国外资本博弈，我放任你投入上千亿进去，可结果你被人家套牢，至今还未解套。我还跟你说过，周明是个品德败坏，你却还把他安排进了集团，我也随了你的心意，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这也不是你放任大小姐继续胡闹的理由啊！胡闹？你还是不明白，现在除了星瑶，没有任何人能帮你彻底解决这1000亿困局。夏总，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就他，我已经全仓购买了星空集团的股票，最多20分钟，我就能把亏损的400亿全部赚回来。星瑶，这星空集团是做什么业务的呀？他们主要是做人工智能业务。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我没听错吧？我看你是瞎了眼，居然想靠人工智能赚400个亿！你难道不知道人工智能就是一场骗局吗？那是因为你对现在的人工智能一无所知。早期的人工智能确实不尽人意，但现在数据算法已经成熟，人工智能即将迎来大爆发。行了吧，我的大小姐，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承认自己失败
很难吗？既然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打个赌。打赌？打什么赌？如果我输了，条件随便你提，包括你最希望看到的，我放弃继承云鼎。那如果我赢了，条件一样很简单，我要你立刻退出董事会。星瑶，别冲动。我看大小姐这是知道自己胜任不了总裁的位置，故意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吧。不过也好，既然大小姐这么有雅兴，那我自然要奉陪到底了。林渊，别担心，会赢定的。这可是你说的，输了你不准反悔。好，一言为定。星瑶，云鼎集团可是夏总一辈子的心血，千万不要把总裁的位置让给一个外人。林渊，你不用太紧张，好戏马上开始，我不会输。真是煮熟的鸭子嘴硬，你们不会以为就这一只股票就能挽回400亿的损失吧？更何况还是他随便选的一只。星瑶，你不是随便选的吧？当然不是，我选择人工智能是因为我知道它闭得住。那我就祝我们的大小姐美梦成真。这个怎么办？不对，涨了，股票涨了！竟然真的涨了，大小姐的运气果然不错嘛。房副总，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激动什么？这才回来2000万，距离400亿的基数还远着呢。再说了，股价本来就是时涨时跌，1-2000万在几百亿的基数面前什么都不是。不管怎么说，已经开始回血了。别做梦了，夏星瑶，赢不了的。等一下回去的时候，别说我这个长辈欺负你们就好了。我赢不了，恐怕你要失望了。你什么意思啊？这只股票不但会一直涨下去，而且还会连涨1个星期。星瑶，一只股票能够3天以上保值，就已经是强势股，怎么可能会连续涨1个星期呢？1个星期？我看你是在做梦。难不成你真把自己当股神了？能够操控股价呀？我懒得跟你废话，不信你就看着，我敢说不出1个小时，亏损的400亿就能全部回本。好，那我们就一起看看谁能笑到最后。不好了，股票开始下跌了。正常，我早就说了会跌回去，你就是不信。现在好了，别说挽回损失了，他不把这账户里的钱亏干净，就烧高香了。你说的对，股市随时都有变化，所以在最终结果出来之前，请你闭嘴。据我所知，就你买的这个星空集团，不过是一个刚上市的公司，现在买入风险很大，即便你全仓买入呀，也很难操控股价的涨跌。没有股民跟你，你输定了。星瑶，你会不会看走眼了？不会，星空集团的确刚刚上市，正常来说，没有人能预测它的涨幅。但是如果我说我可以呢？什么？操控股价？这不可能！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想吓唬我，就凭你还想操控股价，根本就不可能。吓唬你？等会儿你就知道是不是真的。太好了，股票又开始上涨了。这不过就是正常的起伏，少在这大惊小怪的。不对，现在是一直在涨，而且涨得越来越快。房副总，我怎么感觉你要输了？没关系，只要他赚不够先前亏损的400个亿，都算我赢。你就那么自信吗？星瑶现在几乎是完全控股。不，是不可能！放眼全球，能操控股价的不超过10个人，而且无一例外不是世界闻名的股票大神，所以我不可能输。但愿你等下还能这么自信。丁渊，你估算一下，星瑶买入这只股1小时内能涨多少？好了，夏总。夏总，据我估算，大概能赚450亿左右，足够弥补之前400多亿的亏损。这怎么可能？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怎么样，冯副总，
现在服了吗？冯副总，你输了。不，我不相信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挽回400亿的损失，我不信。事实摆在你面前，由不得你不信。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一些简单的手段而已，就算我告诉你，你也不会懂的。别忘了，我可是学金融的。真是家猫碰到死耗子，没想到还真让你给蒙对了。你别管我是不是蒙的，现在的事实是你输了，记得愿赌服输。赌约？我可是云鼎集团的副总，云鼎第2大股东，我跟你个小孩子赌什么？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难道输了还想赖账不成？就算我想赖账，你能拿我怎么样啊？叫你几声大小姐，你还真拿你自己当回事儿啊？冯副总，说话越来越过分了。呸！傅凌渊，收起你那副奴才嘴脸。我们可是云鼎集团的股东，跟夏家是合作关系，可不是他们的附庸。你好歹也是个大人物，刚才以大欺小，强迫性要帮集团解套1000亿资产，现在他做到了，你就不认账，你还要不要脸？给我闭嘴！我再说一遍，这没你说话的份儿。那我有资格说话吗？怎么，夏总现在是要明目张胆偏袒自己女儿了？风雷，你这是在教我做事。我没有。你也算是集团的老人了，确实，你也为集团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这些我从不否认。但是你也得了解我，你不服夏星瑶，你难为我拦了吗？现在他赢了，你却不认了。说的好听，还不是想把我们这些集团老人给赶出董事会，好让你的女儿毫无阻力的继任总裁。你不可救药。行了，愿赌服输，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你就踢出董事会了。愿赌服输，夏星瑶，你确定是你赢了吗？你什么意思？夏星瑶，再看一眼你的公司账户。怎么回事？账户怎么突然被顶掉了？账户被顶掉了？这怎么可能？星瑶，不好，你刚才买入的星空集团股票，钱都被抛售出去了。什么？全部被抛售了，损失极其严重。怎么回事？爸，谁还知道集团账户的密码？这个账户设有保密机制，除了你和我以外，没有人知道完整密码。那这是怎么回事？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怎么会被人登录账户进行抛售呢？到底是谁？那我可管不着。1个小时的时间快要到了，你非但没有挽回那400亿，反而亏得更多了。这总不能算我输了吧？夏总，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愿赌服输。我知道了，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是周明。周明知道我所有账户的密码，除了我和你，只有他知道我的密码。笑话，周明都不在这里，你少诬陷人了。更何况，他根本就不知道公司的股票账户，怎么可能搞鬼？他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啊，冯副总，我总算知道你为什么会招周明这个渣男了。原来如此，冯副总，你好算计啊！你们少血口喷人了。反正现在还有半个小时，赌约就要结束了，我看你怎么行动。好，那我先挽回损失，再跟你算账。他是怎么猜到的？这反应速度也太快了吧！不过现在周明已经得手，我赢定了。你想让我做什么？当然是在股东大会上给夏星瑶送上一份惊喜。惊喜？你跟夏星瑶在一起那么多年，应该知道她最喜欢用的银行密码。您是什么意思啊？我会在董事会上用云鼎集团被套死的那1000亿来阻止他继任总裁。如果有那1/1000的可能，他真的能解套那1000亿，你就登录账户，把股票全部抛售。云鼎集团的账户会是夏星瑶常用的密码？没错，夏天明那个老东西非常喜欢这个女儿，股票账户的密码都是夏星瑶设置的。原来是这样，
这可就有意思了。来不及了，我刚才一波抛售，缩水特别严重，我们只剩下不到500亿的本金了。要想在半个小时之内赚回到1000亿，根本就不可能。怎么样，你认不认输啊？冯副总，都这个时候了，你还笑得出来？怎么了？难道我就应该哭啊？还是我应该输掉对赌，然后被赶出董事会啊？我刚开始只是以为你觉得星瑶太小，没法做总裁。现在你竟然对公司的利益这么不关心。哟，你在这装什么好人呢？怎么这么着急向你们傅家的新主子邀功呢？说的是集团利益。我也不想让集团亏钱啊，可是你们的大小姐非要和我打赌。怎么样，星瑶，算是追得回来吗？赚回刚才的损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时间来不及了。如果想在半个小时之内赚回1000亿，只能增加资金。需要多少？我不同意追加。冯副总，这个时候了，你还要跟我们置气？什么叫赌气？集团的钱就没有我的份儿吗？我就想亏损，我只是担心万一再出什么意外，造成更大的损失。算了，毕竟是赌约，我这个时候确实不适合动用集团的资金，我从明星资本抽掉。等等，你别忘了，你的明星资本即将并入云顶，流程都走一半了。所以说呀，明星资本的资产现在也算集团的，你无权私自挪用。真卑鄙！怎么，认不认输？好，我认。等一下，林渊，你还需要多少？刚才抛售的损失太大了，我保守需要200亿。我给你400亿。什么？400亿？傅凌渊，你没开玩笑吧？我看着像是在开玩笑吗？你们傅家的总资产才刚刚超过500亿，而且大部分都是股份和固定资产，你从哪儿拿出400亿的现金啊？我什么时候说是现金了？啥意思啊？夏总，我愿意用傅家在云鼎集团全部的股权为抵押，向您个人借款400亿。林渊，傅凌渊，你疯了吗？你知道你们傅家拿到那些股份有多不容易吗？你居然想抵押出去？别傻了，即使帮夏星瑶赢了我，你们傅家最后也只会落得一个被清算出局的下场。为了赌赢，宁可丢掉集团账户里面的1000亿，也不让星瑶有云鼎和明星资本的钱。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但我偏不如你的意。凌渊，你想好了吗？我相信星瑶。好，就按你说的办。傅少爷用自己下的钱帮助星瑶，这下你没意见了吧？涨了，这次比刚才涨得还要快。那是自然，我早就说过了，这只股票会涨1个星期，而且越涨越快。还在涨，星瑶，你真是太厉害了。还是得谢谢你，你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支持我，不然我也不可能翻身。但我明显赌对了。夏总，你快看，现在大家都在疯狂抢这只股票。真的是这样，看来这只股票目前买到就是赚到。星瑶，你可真厉害。话别说那么早，时间快到了。已经没有必要等下去了。账户里的1000亿和我支持的400亿，一共1400亿都已经准备好了。什么？怎么可能这么快？你自己看。冯副总，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没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向董事会提交辞呈了。不，我不接受！我为了云鼎集团打拼了大半辈子，凭什么把我赶出董事会？你必须退出董事会。通过刚刚的打赌，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你百般阻挠我当总裁，根本不是为了云鼎的未来，而是因为你自己想当总裁。没错，是为了我自己。
我当初为了云顶打拼的时候，你个小丫头片子还没出生呢。现在总裁要退休，该接任的人应该是我。你有什么资格空降做我的上司？你为了人物，宁可赔上集团账户里的1000亿，你有什么资格做总裁？你少诬陷我了！账户的完整密码只有你们妇女知道，出了问题就想推卸责任，我不服！星瑶，你会不会是搞错了？冯总毕竟是陪夏总白手起家的吧？是啊，星瑶，冯雷想跟你争总裁，不过是名誉利益之争，但我相信他心底还是希望云顶集团好的。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一直到丈夫被顶掉之前，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冯副总对云顶的忠心。可惜什么？我对云顶集团忠心耿耿，问心无愧。问心无愧吗？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江特助，扣到了吗？扣住了。抓到他的时候，钟明还在试图再一次进行报仇。好，那你把现场的照片发给我一份。至于周明，送去改造吧。好的，夏总。照片在这里，你还要继续狡辩下去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信瑶说的都是真的？你在联合外人损害云顶集团的利益？你想清楚了再说话。周明可是全都交代了。原来你早就知道了一切，这些都是你故意设计好的，故意针对我的，对不对？你想多了，没有人针对你，是你自己不知死活，非要跳出来。什么意思啊？以我对周明的了解，他在投资峰会上吃瘪，自然不会上拔干休。于是我就让江特助提前盯着他。原来你早就盯上周明了。以机关算尽，你从一开始就挑错了合作伙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这一切的？从你第一次见周明开始，从你给他支票开始，底下就有人告诉你。那个时候江特助就已经让我防着你。原来你早就知道了这一切，今天又何苦跟我演这出戏？演戏？想多了。你是云顶的老人了，我知道你对我继任总裁有所不满，能理解。可是你不该阻碍云顶的利益。所以说，你真的不知道我准备对股票账户下手？我真不知道。如果不是江特助及时控制住周明，如果不是林渊愿意赔上所有家业，帮助我，支持我，你刚才就已经赢了。原来从我选择和周明合作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输了。成王败寇，既然我已经输得这么彻底，要杀要剐，随你们吧。风雷，你真的太令我失望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绝对不相信你会做出有损云顶集团利益的事。是啊，冯副总，你这是为什么呀？你可是和夏总一起从零做起的元老啊，就算退出了董事会，夏总也不会亏待你。你为什么要背叛云顶？不会亏待？你是说会给我不菲的分红，让我有足够的钱养老？这样还不够吗？当然不够。云顶集团能有今天的规模，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凭什么总裁之位只能由夏家人来做？你就这么在意总裁这个位置？你知不知道这个位置不只是荣耀，而且是一份责任？难道你就不在意吗？我承认你的女儿真的很优秀，但是你扪心自问，一个刚毕业没几年的孩子，真的能好过我这个陪着集团一步步崛起的元老吗？冯副总，如果今天你不跳出来闹这一出，总裁之位已经是你的。你这是什么意思？风雷，你今天不止伤了我的心，也伤了孩子的心。你什么时候方便？我们找个时间召开个新闻发布会。不用了吧，我毕竟没有管理这么大一个集团的经验，还是低调点好。好，那我直接带你参加董事会，让你跟他们碰碰面。毕竟我没有在云顶任职过，集团那些陪你打江山的叔叔阿姨难免会有想法。要不然我先在云顶历练几年。你真的这么想的？云顶不是夏家的云顶，而是所有人的云顶。我觉得只要有能力胜任，任何云顶人都有资格竞选总裁一职。你说的有道理。我是真的想退休了，既然你是半会儿不想接手，
那我只能先把总裁这个位置转给冯副总了。让冯阿姨接任，我没有意见。只不过，既然你已经对外宣布了让我接任，那我们不如将计就计，正好利用这件事来测试一下这些元老股东的真心。好，就这么办。不，这不是真的，你是在骗我，你这是杀人诛心！我们一起奋斗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你还以为我骗你？好好看看，必认输！不，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带下去！为什么？为什么？爸，你没事吧？没事，就是有点心寒，还有点不敢相信。是啊，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在名利场上栽了跟头？冯磊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所以林渊刚才做出孤注一掷的决定，真的是难能可贵。林渊，你刚才是怎么想的？你就不怕星瑶把你傅家的资产全部都亏进去？我对星瑶有信心，我就愿意支持他，其他的没有多想。夏总，咱们集团的股东们已经在会议室等了多时了，我们要不要开始董事会？相信经过这个小插曲，星瑶接任总裁的阻力会小很多。走吧。最近几年你成长得很快，这让我很欣慰。但是你呀，非常注重感情，我生怕以后你会因为感情受到伤害。你放心吧，爸，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第二次了。而且最近我也没有感情方面的打算。那怎么行？你不能因为一次的遇人不淑而彻底封锁自己啊！不是说封锁自己，而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而且我有点害怕了。怕什么？怕再遇到像周明那样的渣男？我现在是有些理解你当时为什么不同意我和周明在一起了，而且理解周明怪我没有早点把身份告诉他。你想通了？毕竟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就算你当时同意我和周明在一起，周明顺利娶到我，他也不会珍惜。而我当时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所以宁可从底层做起，想着陪他一起努力。这本身也没什么问题。而我恰恰忽略了一点，就算我创业失败，我也可以回来继承云鼎，所以我创业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周明不一样，他的原生家庭不允许他失败。是啊，周明是个渣男，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在绝对的社会压力之下，又有几个人能坚持到最后？所以说，在遇到绝对合适的人之前，我不敢轻易再开展一段新的感情了。不过现在有一段十分美好的感情摆在你的面前，只是你没察觉到而已。什么？傅林渊那小子不错，跟你门当户对的，而且他愿意为了你赌上一切，这还不合适吗？爸，你女儿又不是傻子，怎么会看不出来她的想法？那你……只是我跟她从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当时她和周明都喜欢我，而我最后选择了周明。那你的意思是，你不想吃回头草？多少有一点吧。而且我现在跟他已经处成死党了，我很难再发展感情了。错了，你要是和他在一起，那不是吃回头草。你别忘了，他一直就没有放弃过你。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以前就不知道你的身份。对，你说的没错。当时他和周明都不知道我的身份，而周明选择放弃了我。傅林渊身为傅家的少爷，却一直对我念念不忘。这么快就完成了百亿投资项目的签署，我们两个还真是颇有效率。是啊，如果让那些记者知道了，他们肯定把我们放在头版头条上。那我巴不得呢，能跟我们云鼎大总裁同框，可是我的荣幸。去你的！说正经的，为什么感觉我把百亿投资送给你们傅家，你没有太大的惊喜呢？这天降百亿投资，
怎么可能不惊喜呢？只是我不太擅长表达，你知道的。是，我知道。星瑶，说真的，你怎么会突然想起来把这100亿的项目送给我们呢？你觉得呢？是因为感谢我在你和冯副总打赌的时候，我不遗余力的帮助你。算是吧，但是也不全是。还有什么？好了，不说这个。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你说我当时跟周明在一起，是不是做错了？感情这种事情，哪有什么对错呀？我最近总是能回想起当初的情景，而且总是能感觉自己错了。明明我们双方的家庭差距非常大，却不敢面对现实，只能自我催眠似的进行创业，到头来感动的只有自己。感情上的事，他真的没有什么对错，就算你当时告诉他，后面也会出现其他的问题。或许吧，但是如果重来一次，我是绝对不会和周明在一起了，这样我们都能避免以后的折磨。那样的话，就没有今天赫赫有名的明星资本了。你在意的是明星资本？我在意的是有你的明星资本。少来，说的跟没有我就不要这100亿投资一样。可以不要。你可真是个闷葫芦，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难道你非要我先开口吗？其实我也后悔。你现在春风得意，有什么后悔的？就像你说的，我太闷了，总是不敢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表达自己的心意。或许时机不对的情况下，不说反而是一种明智之举。从前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一直都没有说。不过现在的我觉得从前的我应该更勇敢一点。那你有可能会被拒绝的，然后后悔。一个人后悔总比2个人后悔强。如果那天我把你们傅家全部的家产全都输光了，你打算怎么办？我要听实话。我确实没想过你会输。那万一输了？我真的没有想过你会输，从来没有。如果硬要我想的话，我可能会跟你一样，从零开始。从零开始很苦的，而且有很大一股生活的压力。我不这么觉得。为什么？因为从零开始能够让我产生一种慢慢向你靠近的错觉。所以你承认你喜欢我了？我没有否认过呀。但是你也从来没说过呀。你知道的，你是一直都知道的呀。可是你从来都没有说过。心瑶，我喜欢你，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喜欢你了。傅凌渊，我投资你们傅家这100亿，算不算恩情？算啊，怎么不算？那你为什么恩将仇报？我没有啊，我只是……没有？那你说什么喜欢我？你凭什么喜欢我？哦，那我走了。滚回来！这么开不起玩笑？开玩笑？刚才是在开玩笑吗？你最近表现不错，给你个机会。这句话不会也是在开玩笑吧？你猜？ 너만의 여자가 되어주고 싶어